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严品红导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伟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，欢迎。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相差6岁。我现在觉得我们之间的代沟越来越深，我和他的思想也越来越不在一个频道上了。当初和他在一起，觉得他年龄小，就很宠着他，感觉自己把他宠成女王了。他现在工作不稳定，整日在家游手好闲，还经常指责我，让我很烦躁。脾气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不懂事，还经常跟我对着干。这样的婚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张先生31岁，来自山东个体，有请。李女士25岁，来自山东行政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谈了多久？到现在谈了有7年了，我们结婚都5年了。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情侣吗？我其实特别希望你们能恢复到你们从前的样子。在我看你们的资料的时候，那多好啊！结婚了干嘛结着结着把感情都结得那么不好了呢？是觉得6岁的一个年龄差让你们的情感出的问题？你觉得根儿是在这儿，对吧？对，有可能是代沟的问题。怎么说呢？可能确实是我一开始就觉得他年龄小嘛，所以各个方面都会宠着他，让着他。可能就是我惯的，然后让他养成了各种各样的毛病。比如他现在特别懒，虽然上班了吧，但是每次回到家里之后，他就往床上一躺，喊他也不出声。我在外边忙一天，回来之后辛辛苦苦的还得给他做饭，做完饭我就叫他吃嘛，喊半天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太有功了吧呀！上1天班了，我就想回家先躺床上休息一会儿。你叫我了，我也答应了，就是我可能说声音比较小一点，你没有听到。你就是总有这种奇奇怪怪的理由。但是他不光是吃饭的问题，就是他在家里什么家务都不做，你知道吗？一点活都不干啊。举个例子啊，他买袜子，他会一买10多双袜子，一天一换，把那袜子全堆到床头上。啊，直到攒的这1个月下来了，实在没袜子换了，他再弄到一块扔到洗衣机里边。我也没有说都扔到床头上，我就是整了一个小筐在那儿，然后就攒到差不多了，我就一起洗了，这样不是更省事儿一些吗？你一个小姑娘，你在床头上堆那么一大堆袜子，它臭不臭咱就先不提了，它不好看啊！你想想，就是平时就是特别唠叨，就包括我喝奶茶也不让我喝，就是我想吃点零食。有哪个女生她不喜欢吃零食，不喜欢吃这些东西？她就是这个样，就是每次我说她总在给我说别的事情。刚才你说的是从不做家务，对吧？对，你承认吗？这个我不承认，就是我们都是分工好的，就是他做饭，我洗碗，而且就是我每天上班出门的时候会把垃圾都扔出去，或者是可能1个月的时候、半个月的时候，我觉得看不下去了，我就会大扫除一次，也没有他说的这么严重。好，这问题咱们算讨论过了，对吧？说零食，男生不是说了吗？每次跟你说这个，你就说其他的。其实他特别挑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在外边有的时候上1天班特别累，回来之后给他做饭，他只要看着那个饭不符合他的胃口，他都不正眼瞧一下，他拿出手机来他就点外卖。你认识我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不知道我的口味吗？不知道我爱吃什么？你就是非要挑一些我不爱吃的做，就是你是不是就是想故意针对我呀？我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吗？主持人，你知道他喜欢吃什么？他就喜欢吃什么麻辣龙虾、香辣蟹、牛蛙呀，不是辣的就是烤的，要不就是零食、辣条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今天为了这个，我带了一些照片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我们2个人正常的饭量，对啊，因为他喜欢吃海鲜，2个人一般得点3个大龙虾，或者点上1份香辣蟹，再点点麻辣小龙虾什么的。对，这是零食，他都拿着零食当饭吃。平时也不怎么喝水，渴了就喝饮料，要不就是点奶茶。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呀。你现在就是女生哪一个她不喜欢吃这些东西啊？它不健康，就是为了吃海鲜。我们家那边有一个海鲜大排档，我们在那儿还办了一张会员卡，就是那种充值1万块钱，每次可以去打5折的那种的。这张卡我们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全吃出来了。我就是觉得你既然卡都办了啊，是吧？正好咱趁着有优惠，正好吃海鲜的季节，咱就一起都吃出来呗。
再说了，你也吃了呀。我就觉得咱偶尔的下次饭店，就是为了调节一下情调，你不能拿着这个当饭吃，当日常呀。他之所以不喜欢吃我做的菜呢，就是因为我平时会炒一些青菜啊，我觉得这样营养会均衡一些。我之所以不想让他喝奶茶，就是觉得那奶茶里边全是什么添加剂啊、色素啊，你可以喝，但是喝多了不好。您知道吗，主持人？他这么年轻，20来岁，他就低血糖。就是有的时候起床起猛了之后，他都在那儿坐半天，能晕半天，眼前都是黑的。所以说我跟你说一些话的时候，我不是为了想和你吵架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这样其实对身体不好。他平时还喜欢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家里那种大箱子、小箱子一大堆，买了之后拆开封，就再也不看了。花钱贵不说吧，你说还占地方。我也是喜欢买一些美容仪呀之类的东西。你说我买回来也是为了可以自己在家做，你说出去做一次那么贵。关键你买了你用了吗？那我用过了呀，我用过了，我就是因为它效果不好，我才放起来的。你说一个小女孩是吧？你买点化妆品呀、护肤品什么的，我也可以理解。你说你买些那些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，还有氛围灯，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氛围灯这种东西，就是和小星星似的，一大长串，然后挂在家里到处都是。然后还有那种插上之后会变各种颜色的，你买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？我就是想装饰一下屋里边，挂的满屋子就跟个酒吧似的，他就是为了拍照好看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特别没有参与感。拍照也很正常呀，你哪个女孩子不喜欢拍照？再说了，我也不是不赚钱，我上班赚钱，我买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就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就觉得那是一些很没有必要的东西，你买了你不用，你买它干什么呀？咱条件也不是说多么特别的优越，我就觉得咱是不是可以存点钱，为我们以后做打算？那些东西也不是说很贵吧，我买了那些东西又不是说能倾家荡产，就是四舍五入相当于没花钱那些东西。其实什么都不贵，他就是就买的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浪费。听懂了。其实花钱也就花了，我最忍受不了的就是他玩手机，跟手机形影不离的，就和亲姐妹似的，走路也看手机。到哪儿都看手机。有一次我们出去逛街，他就一边走一边看手机，就是可能那个人行台阶稍微高了一些嘛，然后我就一眼没看见，他就磕地上了，磕的2个腿血乎淋拉的，特别吓人。其实不光他疼，我也疼啊。你明明知道要过马路，你知道我在玩手机，为什么不扶我一下呢？那你就是故意的。你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我走到哪都能牵着你吗？再说你走路玩手机还成我的错了吗？他就是这个样。每次我说他的时候，他就说谁让我是女孩呢？你什么事你都得让着我。不，反正在这个舞台上，这姑娘倒没说你一句什么不是啊。是，截止到现在是没说，我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说。那都在生活里说了啊，那说我的坏话多的是。为什么我们今天来了呢？就是因为生活中那些小细节啊，我们经常为一些小事吵架。就拿玩手机啊，我们平时会有一些家庭聚餐，你注意看他的眼神啊。朋友聚会什么的，不是你还得回家过日子的啊。我是提醒一下啊，因为你们又不是情侣嘛。你们要是情侣打完就散嘛，对吧？也行，你可以说啊，你还得回家过呢，对吧？想好后果啊。你说呗。其实我觉得，既然来了，就把这些问题全处理了。说。啊，再就是我们平时会有家庭聚餐、朋友聚会什么的。他呢，往那儿一坐，就捡自己喜欢吃的那几个菜，赶紧的挑2口，吃吧好了，就掏出手机来，就看的是聚精会神的。那你跟你那些朋友，你们吃饭喝酒就喝得醉醺醺的，我不玩手机我干什么呀？我又聊不进去。不是醉醺醺不醉醺醺的问题，你说长辈叫你，你也不吱声；朋友叫你半天，你也不搭理他，就跟感觉你特别反感人家似的。这是个礼貌的问题啊！你就给人感觉就是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，我玩我的。那你对着手机能笑成那个样，能那么开心，你对家人对朋友为什么就不能那样？那家人吃饭有必要那么见外吗？我就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放松一点不行吗？你看就是这样，我就感觉一开始他确实年纪小，但什么事都宠着他，让着他。但是现在都结婚5年了，快，我就感觉我不是娶了个老婆，我是养了一个闺女。你老是这样说我觉得就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就是赚钱养家。看你现在又没有说稳定的工作，也没有稳定的收入。我不赚钱吗？你是赚钱，你之前赚钱，但是你现在天天闲在家。不是，因为我是做工程这一块的，然后有的时候会带着一些工人啊干点小活什么的。你现在行情不是很好，我也想过再干点别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说，
你就再找一份稳定点的工作呗。我家里面也是就是这样说的，也不能说天天在家闲着吧，这也不是个事儿。然后他倒好，就一直在家闲着玩手机，现在开始沉迷游戏了，天天晚上打游戏打到3、4点，就很影响我休息。就是有些话我不能跟你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压力啊，我总得有一个宣泄的方式嘛。那我没有看出你有什么压力，我觉得你玩游戏玩的挺起劲的。我为了不影响你，我晚上玩游戏的时候我都到书房了，我躲着你，我又不耽误你什么事儿。那不行，我睡眠特别浅，你这样我也是能听到，很影响我。他老是说我懒，我觉得他也够懒的。就我特别喜欢小猫，但最后他还是带回来一只狗，因为他喜欢狗。我就想，你既然说把这个狗领回来了，那你就负责到底。结果他倒好，他什么也不管了，最后还是我来打扫。大多数时间还是我溜的，你就收拾了那1、2次。你是觉得我收拾1、2次，但是我觉得我3天2头的都在收拾。除了这些吧，就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他太乐于助人，太爱帮忙了。助人是好事，他又不是什么坏事。那是这传统美德，行不行？是好事儿，就是有一些忙，我觉得有必要的可以去帮。就是有些女性朋友吧，家里的那个网线坏了，就找他去帮忙。就包括人家要去出差，说家里的宠物狗想让他帮忙寄养，哎，他也去帮忙。就有一次我觉得很离谱，半夜得有那个11点来钟了吧。他女性朋友给他打电话说他家里的鱼死了，结果人家穿上衣服就去了。你去你是能给救活吗？不是，人家家童养泵是我给他买的，他家养的那个鱼呢，还是那种比较珍贵的那种的。我就觉得可能是确实是因为我的失误造成了人家的损失，我就过去看一看怎么了。再说我觉得人家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，我伸把手的事儿，我就能帮上忙，说明我在人家心中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。那你觉得大半夜去人家家里合适吗？那人家叫你帮忙，你觉得有价值？我让你帮我干点什么，就一脸埋怨。我又没背着你去给人家帮忙，是不是？拦一句啊，您说，您是反对他乐于助人，还是反对他乐于助女人？我不反对他乐于助人，那就是反对他乐于助女人，对吧？对。那就行，就直接说吧。这跟性别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是不告诉他都是谁。显然看来你乐于助的都是女性朋友，男性朋友也很多，你可以问他呀。我朋友多而已。一般人家也没有那么矫情的理由吧。我觉得你是不是就是现在闲在家不去工作，就是为了方便你帮这些忙呀？我觉得咱俩的现在思维都不在一个频道上。是不在一个频道上。就我想休息了，咱俩一起去逛逛街，看个电影。人家倒好带我去钓鱼，你在那儿倒好啊，美滋滋的钓一天鱼，我就在旁边坐一天，刷一天手机。我刷手机，你又还说我在玩手机。不是我带你出去钓鱼，不也是这样想让你放松放松吗？我其实不是为了带你钓鱼啊，你天天你上班，我带你出去亲近大自然，你呼吸新鲜空气，看看远处的山，看看广阔的水。你心情不也能好一些？我这样我心情不好，我就是只是想逛逛街。有一次我说那个你带我出去，咱去逛逛街吧。就路过一个桥的时候，他就看见底下有个小河，他觉得里面可能有鱼。哎，人家就说我去看一下，就打开后备箱，带着就是小板凳就下去了，坐下就开始钓了。我精心化妆打扮一上午，就在那陪你钓了一下午鱼。我跟你出去逛街，我是陪你出去逛街的嘛，我就是跟你出去当小工的。你给我提着这个点儿，要不就。男的拎包不是很正常吗？你看逛街的时候，你看人家谁家的老公不拎包呀？是，可是每次出去我都是只负责给你拎包呀，要不就是他的摄影师。哎呀，看见好看点的地方了，你过来给我拍张照片。就他给我拍的照片，就是怎么丑他怎么拍，就是各种角度，就是很刁钻的角度。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。人呢，术业有专攻，行不行？再说我每次给你拍照的时候，我都是很认真的在给你拍，就是你太挑了吧？就之前也是逛街，有一次我说我看到人家马路边的车比较好看，我就说了一句，我说这车真好看。哎，他就立马就转身就去想找人家车主，让我过去坐一下。我觉得这真的很没必要，你不认识人家，你这样过去就也挺不礼貌的。他喜欢摩托车，你知道吗？咱不可能你喜欢什么咱就买什么。我觉得你喜欢这个车呢，正好那有那个车，我跟车主交涉一下，你坐上去拍张照片，这又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就为这个又跟我大吵了一架。他就觉得他没面子。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没面子了，所以我们经常就是为这种不知道哪里来的这种理由就会吵一架。听懂了。男生对女生的要求是勤俭持家嘛，
女生是既不勤俭也不持家嘛。女生对男生的要求是做好耙子嘛，男生现在耙子做不好了嘛，所以女生觉得你不行嘛。你们有孩子吗？有3岁半了。跟你们住一起吗？不住一起。谁带呀？孩子是爷爷奶奶带的。所以啊，把孩子接回来，什么毛病都给你们治好了。我们平时也很忙，他也上班，我也顾不上。咱们不找这理由和借口。谁说的现在？哎呀，我这买卖不好做呀，谁打游戏打的凌晨2、3点呀？这不就闲得慌吗？琢磨琢磨。老师们反正听了很多了，应该怎么做调整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好吗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是有妻子孩子的人，和其他的女性当然正常交往没问题，但是你外面的女性，只要一个电话就出去助人为乐，你的思维逻辑是我是和你明说的，但在妻子眼里，明说和不明说都是一样的，因为这样的去有无限的想象空间。当然做妻子的爱美是女生的天性，但是乱花钱不是天性。说到一个懒都懒，所以你们2个人的问题千万不要往代沟上去推，只有你们都各自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，才能化解你们夫妻之间的问题。谢谢。你废了他，你别以为什么我从认识他就车接车送，你根本不是宠他爱他，你就是在这种模式当中你觉得无比的愉悦。一个女生对你言听计从，和你形影不离，听从你一切的安排，没有反抗，不就是吃点零食吗？咱如果真爱一个人，能这样去阻止人家的成长吗？他20岁不到就跟了你，你在剥夺他成长的权利。固然他懒，他有惰性，他也接受了你的这种所谓的宠溺，你就像一个惯着自己的孩子，把孩子养成妈宝，什么养成巨婴的那种老父亲，一边喋喋不休，一边安排好他所有的生活，一边说哎呀你咋这么懒啊，一边呢恨不能把苹果削好喂他嘴里。这就是你对他的方式。你只有把他养残了，你才能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拥有这个女人的人生。所以我觉得你特别的狭隘，特别的自私。如果你说真的是在意这个女人，想和她终身为伴，你要帮助她成长，而不是扼杀她的成长。幸福是你爱的人让他们变成更好的自己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。谢谢。你们有一个巨大的问题需要先解决掉，你们2个人没有危机感。女生，你在消耗自己的身体，吃那么多不健康的食品，那么多不健康的那些饮食习惯，你觉得没事啊？因为我年轻啊。他是因为比你大6岁，所以他觉得应该养生，但是你也没有危机感啊。你既然工作现在收入不稳定，你有那打游戏的时间，你去跑跑滴滴，你去外面挣点踏实钱进来，还美其名曰说我在宣泄我的压力，你算了吧你在逃避你的压力好不好？你找一些虚无缥缈的所谓价值感，这朋友那朋友出了事都找你，嘿，你说我多有价值感，可你真正的价值是在这个家里头，不是在周围的人的眼里。你们的爱情或者你们的婚姻马上就被消耗殆尽了呀，也不知道，你还在这躺在床上说老公来给我包零食，你觉得你老公还是你之前认识的老公吗？不是了，他已经烦你了，你还看不起他，但他有一点优点你是没有的呀。人家周一到周五是踏踏实实一份工作，你呢？他在给这份家庭的稳定在增加确定性，而你没有。你们彼此在消耗着，为什么消耗呢？你们没有目标啊。如果说你们的目标是尽早的能够把女儿接到身边，你们就知道现在距那个距离差了有多么的远啊。把女儿接过来可能吗？来了之后你们更是一团糟啊，更是互相埋怨呀，对不对？你们更觉得这生活没有意思啊。你说我有这么一个女儿已经可以，我再来一个女儿我受得了吗？你说我还叫人宠呢，我怎么去宠她呀？你比她是大6岁，可我觉得你跟她是同岁，你压根儿你就没有方向感啊。
你们俩应该真的设定共同的目标啊。第一个目标，先把女儿接过来的目标；第二，看到彼此身上的优点，去解决那些问题点，共同商量。你不要看不起他，好不好？他真是比你是有优点的，你没有看到，他不像你说的那么差，你只是把某些极端的事情拿出来说而已，用他的问题就掩盖了你巨大的责任，对吗？赶紧觉醒吧，好不好？危机就在眼前呀！夫妻两个人要共同面对，共同制定计划，肩并肩的去一起奋斗。没有共同目标，你们之间就是越走越远，好吗？就这样。这明明是一对夫妻，我们主持人赵老师说你们是情侣，在我看来你们情侣都不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们中间没有所谓的真正的爱。男方呢，其实为女方做很多的事儿，表面上是爱女方，但是有一方你也是想图个省事儿，反正他听我的，我做点儿，要的是一种掌控感啊！我把你养成这样，什么都我来干，你看我多合格。他是掌控局面，包括孩子现在放在这个爷爷奶奶那边去养，其实你也希望有一个自己掌控的生活，你可以玩游戏了吧？但是你这种掌控感，你发现此刻有点掌控不了了，或者你也累了，为什么呢？思考一下，女方呢，其实是一个享受生活的人，但是这种享受背后，你要知道，你所做的这一切有一点非常可怕。可怕在哪儿呢？他所做的一切，在你眼睛里也不是爱。你给我拍照片，怎么丑你怎么给我拍，怎么着俩人也是夫妻吧？他要研究怎么丑把你怎么拍，还不如给你拍好看了省事儿，对吧？这是个傻子吗？要么你就傻，不能傻到这个程度。又来句你是故意的。你喜欢的摩托车，那买不起，这现实。老公跟车主交涉一下，最后因为这事还吵了架，你这不又傻了吧？什么叫故意呀？故意就是敌意呀。什么叫敌意呀？不懂感恩，你看不到对方人家对你的付出和爱，所以说你们连情侣都不是，因为爱是两个人的事儿。他再爱你有什么用呢？你没感觉到，享受生活没问题呀，可以适当的一下，偶尔的放纵一下。但是如果这样的日子过不了多久的话，我们就要反思一下了。年纪轻轻就低血糖了，我是个医生，啥意思知道吗？身体要完蛋了。所以老公说对不对呀？又把敌意抛给人家，那人也心寒的。所以一个不懂感恩不懂得爱的人，给你做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的，欠你的吗？男方总是想去掌控他，再去指责他，在这种状态下，他和你的关系不是一个平等式的关系，你能坚持多久？这就是最大的问题，也是个坑。这个老公今天还能在这儿，那就非常不错了。所以要学会感恩的地方，同时呢，尊重他，理解他。夫妻之间可以有分工，但是要平等，彼此欣赏、感恩，日子才能过得越来越好。在每一刻植入一个良好的种子，让日子会越来越幸福，这才是一个智慧，一个向往好生活的状态。最后其实特别简单嘛，就人生其实是有很多角色需要扮演的，我们在不同阶段的那个角色要求是不一样的。其实你可能就没有想过啊，把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穿着一个这个亲子装，带着她出去，你不骄傲吗？你不开心吗？这部分的生活大概你们太少，都没有去享受。今天听起来就是生活特别凌乱。我之所以用一个情侣说希望你能回到以前，至少那个时候角色是清晰的，对吧？我是一个男的，我追一个女的，我对一个女的好，我享受一个男人对我的好，我给予他一些爱的回馈，这个是清晰的。现在完全不清晰了，
结构关系都不清晰的，不要谈角色。你看你们今天谈的还有时间钓鱼呢，闺女30岁半，更多的时间不都在围着那玩意儿转呢吗？那多可爱的小生命啊！养什么狗养什么猫啊？那有它养你还忙不过来，还猫狗呢？哎，抓紧吧，没别的，先把3岁半的女儿接回来，其他的事儿你们自己考虑嘛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觉得今天咱俩站在这里，并不是想把路都走绝。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能理解理解我。我知道很多时候你都是对我好，我也尽力的改正自己的那些小毛病，我也试着去理解理解你，但我也希望你能够多包容包容我，就我们就一起都变得好一点吧。我也想过，所以今天这些专家、主持人跟我们说了这些，我觉得可能确实我身上存在的问题更多一些，我尽量的以后会避免，不让你。赶紧把闺女接回来吧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谢谢你们，请回。来吧，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行吧，一起来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。各位请见证。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，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，为你解冻冰河，为你做一只不活的飞蛾，没有什么事情来，请亮灯。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谢谢你们。